然後咱們上節課呢就講了咱們的發動機的一個基礎，是吧？大家還記不記得？是吧？咱們先複習一下啊。首个发啊，老师給乾貨。先複習一下，對吧？那好的啊，也認真聽課啊，先跟着咱們課堂。好，那咱們上節課啊，講的是咱們的發動機的一個基礎，是吧？第一個呢問題呢，也就是什麼呢？如果是我們的曲軸如果是轉兩圈，咱們的凸輪軸是轉一圈的，是不是？這個還有沒有疑問？這個還記不記得？記得打個一，是吧？那也就是我們的曲軸轉一圈是360度，對吧？咱們的凸輪軸它只轉半圈半圈就一半嘛，半圓嘛，是不是？半圓180度，是不是？人有沒來人有沒來，你那錄播課好好看好，那這個是一個基礎，對吧？好，還有它的度數那咱們這節課呢都會用到都會用到，是吧？那首先呢我們還要知道更多的東西哪些呢？首先我們看這裡像我們的凸輪軸就是它的信號尺第一個信號尺，對吧？信號尺呢有好幾種，對吧？昨天呢有同學也在問老師，我這個信號尺都是58加 i 嗎？都是這麼多個的嗎？那這個肯定不是，對吧？有58加 i 的是吧？有30的也有各種設計的它的主要就是說以後設計都是啥的這個都不是很清楚但是目前咱們有的老師會跟你講因為它主要做到一個同步信號的一個同步就是6缸呢起軸位置傳感器是吧？判缸對吧？然後呢凸輪位置傳感器呢更加確定1缸，是不是？只要達到這個效果就可以了，是不是？對吧？那咱們再看這個呢是咱們的信號尺，是不是？起軸位置傳感器的信號尺，對吧？這能不能看到？能看到是不是信號尺？這個像這種形式的，一般就是咱們的凸尺、凹尺的一個組合，對吧？凸尺、凹尺的一個組合，很明顯，對不對？大家要留意的一點呢，就是什麼呢？它的一個形狀形狀、間隙間隙、高度是吧？高度，那這個的都為各個都是相等的，是不是？對吧？然後像咱們的這個馬達尺呢，可能少一點角啥的，那這個可能不是說很大問題但是如果是我們的像咱們的這個呢尺呢出了問題，你說大家說影響到咱們的信號輸出的這信號會有沒有影響比如說是有個地方呢尺呢磨掉了一點點呢，是吧？磨矮了一點點，是不是？或者是比如咱們的尺然後呢有一個缺角，對不對？這個肯定會有肯定會有發動機都可能抖呢，是不是？對吧？好，那這裡呢老師先在這裡跟大家確認一下第一呢，大家要幹活的時候切記一定要小心這個信號尺是非常的寶貴的就是你不要隨便亂丟不要隨便亂丟要確保它信號尺的一個完整度不然的話就會影響具體的咱們講到咱們的後面的課堂會給大家講到為什麼會影響那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凸尺凹尺的組合，這是其中一種，是吧？其中一種，咱們接着往下看那剛才有同學說依維柯是非能后打孔的，是吧？那我們看到這個呢有孔式的，是不是？孔式的信號盤，對吧？這大家能不能看到？是吧？那這種效果也是一樣的，對不對？咱們起軸位傳感器它只是就是說它是不是只要感應到磁通的一個變大變小就可以了，是吧？从量一個變化如果是我們在咱們的這個鐵質裡呢
哎強一點，哎到咱們洞這裡呢因為有空氣多了是吧，阻力大一點點啊，這個時候啊一樣是可行的啊，這個明白再给我們打個1啊，纯地手裡面打孔有什麼用啊？这就是尺啊，就是跟这个效果跟咱们的凸尺是一樣的，是不是啊？纯地要好好加油啊！前面的這個是吧？老師先跟你講了，啟微傳感器的基礎沒打好，沒認真學啊，是不是？對吧？啊，多看幾遍啊，肯定能把這個想透，是不是？啊，道理是一樣的。國五的啟微傳感器裝到皮帶下盤上啊，對啊，有些的話裝在皮帶下盤上啊。好，那咱們的認識這個點呢，咱們有油污會不會導致不着車啊？你說的問題呢，跟咱們的這個 ABS 課程裡面啊，然後老師有講啊，這是一樣的，是一樣的。好，那咱們呢，現在呢看咱們這邊的，對稱時，對吧？那這裡老師強調一下啊，目前呢，咱們這個呢，就是適用於呢，一般是咱們的油泵上，油泵上帶這個凸輪軸傳感器的，傳感器的就是大家一看，哎，凸輪軸傳感器在這裡，是不是？對吧？還有一個問題啊，就是什麼問題呢？像有咱們的油泵呢，有些呢是不帶的，是不是？大家可能也會現在可能會考慮一個問題，那老師我裝這個油泵要不要對稱時，對不對？要不要？像這種要不要？應該要，是不是？對吧？肯定是要嘛，是不是？這個想都不用想，對吧？因為它判鋼跟它確定一鋼的位置，對不對？這種肯定要的，對不對？但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現在咱們個別的油泵他們呢是不帶的這個凸位置傳感器的，大家說要不要？那種要不要？這油泵要不要把它這位置對好？油泵內部的結構是什麼樣的這個咱們後面會講不要，是不是？那個不用是不是？好，那咱們接下來你看首先我們來明白一個問題在咱們的這個凸輪軸的這個信號盤然後呢它的一個呢尺一個尺，如果大家把它拆下來它要把它拆下來，你就會看到老師的機械的不要對嗎？這個你這個問題在咱們電工系統的時候會跟你講我就老師給你說了說了要，但是你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明白不？那咱們的凸輪軸的信號尺盤呢是這個樣子的有7個尺，對不對？這個能不能看到？能看到再給我們打個1，對吧？对，小是吧？老師給你放大一點。好，現在能看到是吧？能看到。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咱們的這裡呢，每個尺呢，它都是平均呢去分布的，是吧？只有一個呢是不對等的，只是我們說1對準咱們的6，對不對？1對準咱們的6，對吧？老師這樣給你畫用紅色的，這是對等的一組，這是對等的一組，這也是對等的一組，那是多出來了這組呢就沒有對等的了，是不是？就多出來，那這個尺呢叫什麼尺呢？這個尺叫多尺這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再給我們打個1多出來尺叫多尺。能理解是不是？起到什麼作用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嘛，是不是？多余的好，那咱們接着往下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如果我们呢把这中间的一个关系呢，如果是弄明白的话，以后呢对我们维修呢会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作用啊，是吧？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正常的一个发动机的正时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我们把咱们的发动机比如说我们说大修之后呢，装好之后呢，一缸呢是属于这个上止点上止点，是不是？那一缸的这个进排气门是关闭的，对不对？这个有没有疑问？有没有？就是你装好之后，你不要再转了就是老师说了这个位置你不要动了不要动了，对吧？好，那这个咱们呢处于这个位置的时候，发动机正时呢就对好了就对好了，是不是？那对好了之后呢，那咱们呢现在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咱们的信号尺信号尺。那咱们的飞轮呢，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有些呢是咱们6个螺丝的是不是？对吧？可不可以调个方向装呢？可不可以？错开螺丝不可以，是不是？但是会不会誤装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知道有，要是没有那个呢，没有定位销呢会有这种誤装的情况，对吧？有的有定位销的，有些定位销都掉了老师说了是有誤装的，是不是？是又会有誤装的，对吧？那如果誤装的，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像我们现在老师跟你说的很少很少，是吧？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好，咱们再来看现在老师跟你说的这个车型呢，适用于呢咱们的这个博世共轨的系统的6缸机6缸机，也就是咱们的 CP2 2.2 CP 3.3这些油部分都通用大家记住，是吧？那有吃一堑吃一堑长一智吃够亏，是不是？那如果装错了，那肯定找不了车的。那咱们先来看如果我们除以刚才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咱们这里就有个技巧，什么技巧呢？咱们的这个缺齿的位置，你可以对准它是对准咱们的5点钟方向的方向这个问题搞死人是吧？这能不能理解？就是咱们的缺齿，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盘，它是一个时钟的话，对吧？那咱们这里少掉这2个齿呢，就对准咱们的右下角这个位置，是吧？这能不能理解？昨天这里没听懂是不是？它就是个时钟，对吧？咱们按点钟计算，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里，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正面的话，对吧？因为你转的时候它不会在那转嘛，是不是？但是因为你波箱又没装那你就这个眼一看，这6缸的它就是5点钟方向，你摇到一缸的一个上止点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做工状态，明白不？昨天我有讲的是进排气门前关闭的一个状态，它就处于这个位置，能不能理解？6缸机是吧？好，那咱们接着往